拜登突访乌克兰，两大特殊细节被披露，中美展开了外交的角力。那么接下来呢，将会出现大的变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果然美国人的话呢是一句都不能信啊。前几天呢，美国白宫还在否认拜登并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但转眼之间，拜登本人却现身基辅街头啊。根据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那么从新闻报道来看呢，拜登此次访问可以用来去匆匆来形容。从美国坐专机飞往波兰，再从波兰边境城市乘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于这条路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特别熟没错，这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基辅所走过的老路。不一样的是，拜登在基辅就待了大概5个小时，便匆忙的又回到波兰进行访问。当然，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一个特殊人物对一个特殊国家进行一次特殊的访问，还是有很多看点的。所以今天重点还是要讲一下拜登访乌的2大特殊细节。细节之一根据拜登心腹手下沙利文的透露呢，拜登出发前几个小时就已经把行程告诉俄罗斯了。目的就是消除可能的冲突。事实上呢，在拜登访问基辅期间，俄罗斯确实没有进行空袭或者其他行动。换句话来说，普京等于默默地看着拜登去了乌克兰。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呢？明眼人也都清楚，在俄乌冲突1周年的前夕，拜登突访乌克兰是为了声援与支持泽连斯基。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拜登与泽连斯基会晤时表示呢，美国将再次支援乌克兰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此外，拜登访问期间还佩戴了一条乌克兰国旗色的领带大有一副美国誓死要与乌克兰同在的意味。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访问乌克兰居然会提前和普京打招呼。更奇怪的是，普京也不做任何的动作，放任其访问乌克兰。而基于此，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美俄之间看似你死我活，但背后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默契。细节之2，拜登访问基辅的同一天，俄罗斯媒体呢也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呢王毅主任已经抵达莫斯科。再结合王主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提到，中国在近期呢会发布一份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立场的文件一事来看很显然，我国的外交战略或许是有一定的改变，但大概率是加大力度促进俄乌和谈。而综上所述，我国的外交战略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主张和谈解决俄乌冲突，而美国政府呢仍然要推动战争继续，本质上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当前的情况恰恰也反映出中美外交角力的真实写照。因此接下来俄乌局势会怎么走，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但不出所料，马上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